国庆假期，我坐了一天的火车回了老家。吃饭时，手机提示有个叫陈哥的陌生人加我为好友。我点开头像一看，才发现是我表姐的未婚夫陈立，据说是个搞餐饮的有钱人，有几十家连锁店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觉得他有些眼熟。当时我没多想，同意了好友申请。结果当天晚上，这油腻渣男一手搂着我表姐，一手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：软软，你真可爱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没理他，打算把这则消息留存起来，找个时间单独给表姐看。结果陈立的消息一条接一条的发来，不理我，然后发来一个200块的红包，拿去买点好的护肤品保养保养自己。我都快气笑了，这点钱都不够我买神仙水的，这男的哪来的自信？本着不跟狗一般见识的原则，我依旧没有理他。结果这家伙又发了个2000的转账过来，我挑眉，正疑惑他怎么这么下血本的时候，我点错了，软软您应该不会点上那个黄黄的方框收了吧？毕竟我们还没确定关系，我不能给你花这么多钱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表姐夫，请你自重。陈立的消息很快弹出，对呀，你表姐是我未婚妻，你是我女朋友，很正常啊，软软不用有顾虑，我养得起你们。听说你还在上学，花父母的钱束手束脚吧？你放心，跟了我之后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我很少见有人能把出轨、包养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，也终于知道什么叫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我决定重拳出击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那正好我上个月的生活支出美容费用小计时5324块，我甩出一张上个月的消费单。既然表姐夫想表示自己的诚意，那我也给姐夫补个零头，一共5000整，以后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按照找个标准来。听说表姐夫是大老板，这点钱不会都出不起吧？陈立发来3个句号，然后沉默良久。就在我以为这口男人终于收手时，新消息又来了。软软，你很特别，不愧是读到研究生的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放弃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吧，我一定会得到你的。闻言我一脸无奈，刚回家就碰见这么的精神病。了解是二姨家的孩子，我和二姨关系一向不太好，我本来打算当面和表姐说这件事，但放假家里热闹非常，我一直都找不到单独聊天的机会。考虑再三，我把和陈立的聊天截图发了过去，姐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别被他骗了。表姐和陈立年后才订婚，在我看来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表姐的对话框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，好半晌才回复一条，软软，我知道了，这件事你不用管。11假期过后，陈立和表姐就回去工作了，但陈立的骚扰消息每天准时2到，我一直留着没拉黑他，想着以后表姐如果想做什么，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他的证据。结果陈立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和下线。某天，他发来几张和美女的亲密合照，问我，软软，你觉得他们3个哪个身材最好，和我最配？好家伙，你搁着选妃呢？我看着几张照片上玲珑有致、顾盼生辉的美女们，再看旁边寸头、方脸、小眼睛，还大腹翩翩的陈立，只觉得恶心，手指不小心按到了对话框。陈立的消息很快出现，软软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你在看，没事不用害羞，这些都是和你一样的大学生，你看他们过得多好，跟了我，你也能过上这种生活。我不管你是口嗨还是什么的，陈立收起你那些恶心的心思，你最好不要碰学生。陈立发了调查语音过来，听声音他好像喝了酒醉醺醺的。软软啊，你还是太年轻气哦，等你出了社会就会明白，女人最重要的是找对一个好男人，还是会好温柔解意，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省事啊，你一点都不省心，也就是我喜欢你才包容你，你现在就遇上我，那可真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福分，我已经找不到词来形容陈立了，人之见则无敌，表姐绝对不可以和这种人在一起，也管不了我和二姨关系不好这种事了，当即决定去找表姐。表姐上班的地方是一家电子厂，她读完高中之后就被二姨以她读书为用为理由，着学打工替表弟挣彩礼钱。明明以她的成绩，一个重点本科是板上钉钉的，但二姨固执的认为儿子要用来嫁人的，费心培养没用。在这点上，二姨和陈立诡异的相似，而我和她关系不好的原因也很简单，我是一个女孩，她一直看不惯，我妈只生我这个女儿，没有儿子为我爸传宗接代，逢人就说我读书这么多年，不仅是个没人要的老姑娘，还花了爹妈不少钱，是个赔钱货，笑死。我早就不从家里拿钱了，高考完的暑假，我就开始自己出去打工挣学费，大学4年更是勤工俭学，还拿了不少奖学金，在本地读研究生后，更是跟了个不错的导师，各种课题、研究项目，只有他一直觉得我是个只会花父母钱的书呆子，为了不打扰表姐工作，我特意掐着下班的点来找他，看到我来，表姐先是一愣，随即走了过来，软软你怎么来了？姐，我看了看周围嘈杂的环境，去别的地方说吧。表姐把我带去她的员工宿舍，她的工作我工龄长，厂里给了他独立宿舍的优待，我把手机给表姐，让她一条一条的看陈丽那令人作忧的发言。姐，陈丽不是个好归宿，趁早分了吧。表姐看完后沉默良久，才慢慢说，软软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不解，你知道你不和他说清楚，这种男人姐你图啥呀？表姐苦笑道，图啥？我还在想，还能图啥？不就只能图他的钱吗？软软，我跟你不同，你读过书，有选择，又是独生女，家里没压力，但我爸死得早，我妈你也知道的，家里还有弟弟需要上学，成立他，我没选择呀。软软，还没等我来得及说什么，二姨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，又听见了多少，好啊，软乔我就知道你是个浪蹄子，
狐狸精，现在还把主意打到表姐夫头上啊，我今天就替你妈好好教训你。说着他的手就朝我伸来，表姐连忙挡在中间，二一的嘴一刻不息，软乔我跟你讲，休想拆散我家慧慧的好姻缘。我几乎要笑出声来，猛地拍下他伸过来的手，好姻缘，一个种马一样，4个人，自出留情，肥得流油的男人，就是你所谓的好姻缘，还是说根本就是你看上了程立，想借着会解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二姨颤抖着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你读书多，我说不过你，我去跟你妈说，让她来教训你。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爸妈已经坐在客厅里等着了。我把聊天记录给他们看过后，我妈长叹一声，不慧慧这孩子也是命苦，不过陈立也确实还算有钱，也许和他在一起，慧慧真的能摆脱你二姨。我纷纷不平，踩出虎穴，又入狼口嘛。我妈不说话了。晚上睡觉之前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不依不饶，连着打了好几个，大有我不接就一直打下去的趋势。我无奈接起，手机里传来二姨的声音，阮乔，如果你真的想和小陈在一起，也不是不行，我同意了。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两姐妹共侍一夫的佳话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会必须做大，你做小。我家慧慧要和小陈结婚，我没等他说完，就忍无可忍地挂断了电话。哪怕他是我的长辈，此时此刻，我也只有2个字送给他，执掌。晚上，了解发信息来替二姨道歉，还说和陈立是经二姨的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二姨对他的钱十分满意，他没办法只能妥协。想到陈立那样的渣男没有得到教训，想到二姨去严复时的样子，想到表姐无可奈何的神情，我越想越气，真的没有办法让陈立得到教训，让表姐摆脱他吗？我没想到转机来的这么快，陈立对我的骚扰消息一直持续不断，有时甚至还和我分享他的日常照片。在他一张所谓早起陈立的照片背景里，我发现了熟悉的地标，这不是我学校吗？有什么东西在我脑袋里闪而过？为什么会觉得程立眼熟？为什么程立一个所谓的大老板对5000块斤斤计较？刹那间，这些点点滴滴在我脑子里汇集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学校里见过程立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，只是我们学校食堂一个窗口的承包商，曾经因为被学生举报窗口卫生问题，被通报处罚。我在办公室档案里见过他的照片，而且我对他管理的那个窗口印象颇深，那是我们学校公认的最难吃、最缺斤少两的食堂和窗口。在该窗口的菜里，你能吃出的包括弹布线鱼、洗碗刷的铁丝、不知来历的小块布料等等。我直接在学校网站上找到了后勤处领导的联系方式，学校不应该允许有这种道德败坏、北不配位的人存在。我把自己的昵称和头像都打好码后，将有关程立骚扰、包养学生的聊天记录截图打包发了过去。没想到我很快接到了短信回复，你是哪个学院的？告诉我一下学号。不对劲，难道重点不应该在程立的事情上面吗？怎么上来就要问我个人的有关信息？这不像是想解决事情的态度，更像大事化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。好在我用的这个电话号码是我爸身份证注册的，我平时在学校用的都是校园卡，留的家庭信息都是我妈，就算这个领导想查，也查报我身上，因此我高了上去。我的身份很重要吗？如果您是想调查这件事，那么请先了解事情的经过，求证之后需要我实名作证的话，我一定随交随到，但如果不是，我无可奉告。对方过了很久才恢复一句，同学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我想通过向陈立上级举报的这条路是行不通了。我找到了我的法学室友许知音，我俩恰好是各自学院落单的那个，自然而然住在里期。听到我的话，许知音给我发了一长段消息，我还没看完就接到了陈立打来的电话，我一个手滑接了，只好一边看许知音发的消息，一边听陈立发电。没想到开头就被陈立油的拌了个大马趴，软软，你不乖，居然你明举报我，不愧是软软，我就喜欢你这副性子，倒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上头有人，学校里各个领导我都能说上几句话，你尽管告，能影响到我算我输。我正想骂的陈立满的乱趴，目光就在许知音新发了一条消息上定住，我不建议你从这方面入手，如果按你说的，对方大概率也是个瓢虫，你可以找找他有没有给他人介绍的行为，定行为介绍卖淫罪，一抓一个准。联想到那位领导明目张胆包庇陈立的行为，我陡然柔和了声音，陈哥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之前我对您态度不好，是怕您是个骗子，但现在知道您和我都在同一所学校，我就放心多了。陈立轻笑2声，软软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跟着我，后半辈子绝对吃喝不愁。笑死，老娘能靠自己也能吃喝不愁，我忍对恶心，继续掐着嗓子说，陈哥，钱的方面我不用你操心，我想问你，真的能和学校领导说得上话吗？当然了，陈立语气里是说不出的得意，后勤处那里处长，你知道吧，我铁哥们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哥的女人，想要的一定都拥有。我撇撇嘴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什么大老板啊？真和领导关系那么好，怎么混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小窗口的承包商？那陈哥认不认识学工处或者更大一点的领导啊？我学业上有些问题，您懂得。陈立语录为难，这个呀，软软，你也知道，我是做生意的，和学习方面的事也不太沾边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帮你问问。很好，看来除了李处长，其他部门他并不认识什么人。我继续套话，那您为啥和李处长关系那么好啊？我这边有个实习，但是上级一直看我不顺眼，我向陈哥取经。那你可就问对人了，人嘛，总归离不开衣食住行。你呢？平时多给领导送点礼物，嘴巴甜一点，偶尔请领导吃一顿饭，再带领导去放松放松，娱乐娱乐。我佯装不解，怎么放松啊？
陈哥，或许是被我的家子阴家的昏了头，也或许陈丽觉得这都是些正常的社会潜规则，又或许陈丽认为我没有胆子做些什么。陈丽嗤笑两声，还能是什么？女的送美容院卡，男的带去洗浴中心，一来二去，我保证你们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。我有些迟疑，可陈哥这样真的有用吗？陈丽不满的声音立刻传来，当然了，软软，亏你还读过那么多书，怎么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？我就是这样和李处长搞好关系的。终于掏出想要的信息，我露出满意的微笑。陈丽还在那边絮絮叨叨，软软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带你出去玩啊？我嗤笑，你还真做三妻四妾的美梦啊？也不照照，又胖又丑，长得跟头猪似的，你配吗？你要真那么有本事，怎么不把整个食堂都包下来啊？拿个5000都抠抠搜搜的，屁的大老板。哦对了，你那个窗口的菜超级无敌难吃，有时候我真挺佩服你的，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。我要是你，长得这么一张稀罕杜绝的残忍的脸，早找微风躲起来了，你还能在这大放厥词？你，陈丽显然没有想到我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，好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你什么你？我挂完这些，我挂电话，拉黑一气呵成，顿觉神清气爽。我的手机有来电自动录音功能，陈丽在电话中说的一切都已经被我录下来。我决定这次连那个什么后勤处的李处长一起举报，照例请教我的亲法学室友芝芝。芝芝听我说完来龙去脉之后，大骂陈丽无耻，我们学校竟然有这么无耻的人。还有那个李处长，他俩狼狈为奸一丘之貉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好啦好啦，别为人闸生气，你帮我看看，就我目前提供的信息，够不够让陈丽和李处长喝一壶的？这个有点困难啊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直接举报给校方的话，大概率对他们的没啥影响，顶多调查一下，但这种东西，你懂的，大部分都是走过场。我有个想法，软软，我想双管齐下，一边向校方举报，一边报警，这样总有一个管用的。芝芝的想法和我的不谋而合，软软，具体细节我再去问一下我师姐，她已经工作5、6年，可厉害了。行，在芝芝去联系师姐的时候，我也找到了二姨。二姨一开始还十分不耐烦，直到我说出陈丽的真实身份，二姨突地起身，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随后又忽悠地看向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直接拿出手机给她看我们学校网站后勤处的人员名单，陈丽的照片和名字赫然在列。二姨怔怔地看着风味食堂承包商这几个大字，随后怒不可遏，抓起包就往外走去。我在后面大喊，咿呀，悠着点哈，别气坏了身子，为这种人不值得。据我妈说，二姨年轻时是10里8乡有名的小蛮子，所以颤抖吧，陈丽。我悠闲地嗑着瓜子，心情无比美妙。表姐的电话很快打来，语气中是说不出的雀跃。软软，你和我妈说什么了？她刚刚把陈丽给揍了一顿，还要我和她分手。我简明扼要地把事情经过跟表姐说了，表姐听完后由衷地夸赞我能帮表姐远离人渣，我也很开心。只不过这开心还没能持续多久，芝芝的一则消息就让我的心情陡然沉重下去。软软，陈丽可能涉嫌一桩案件。我浏览着芝芝发来的一长串消息，芝芝的师姐当年在校时，曾经在学校论坛上看见过一条请求法律帮助的信息，等着专业对口，师姐加上了那女生，在取得女生的信任之后，师姐得知，她说她被学校食堂的一个男人被强迫了。就在师姐愤怒异常，打算把2个人渣送进监狱的时候，女孩消失了，论坛账号注销，联系方式被拉黑，表白墙上的信息被删除。当时的网络信息远没有现在发达，就连那个论坛都是野生地名的。茫茫校园里，师姐再也找不到那个女孩，这件事成了师姐的心结，而那女孩仅有的控词也被师姐拍照后永久留在了云端备份里。那个老板姓陈，方脸，眼睛很小，他和我说他的窗口晚上需要学生兼职，我有一种直觉，那个人就是陈丽。所以我和芝芝决定帮学姐解开这个心结，更要让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无论他是不是成立。师姐说的那个论坛已经被学校收为官方使用，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到了实名登录，1人1号。我找到了之前一起竞赛的计算机院同学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他的导师就是负责这个论坛的在设计与升级的。得知我们的请求后，那位同学根据师姐提供的大致时间，开始检索摘查符合条件的用户资料，最后锁定了一个疑似目标，沈云云15级外国语学院学生。我们又拿着这个去学校库里查询，发现沈玉在大2的时候就已经申请退学了。临时组成的干翻人渣群聊里，多人在现视频陷入一阵沉默，大家都不敢想象那位女生经历了什么伤害，又为什么会选择退学。半晌后，师姐艰涩地问能查到她的联系方式吗？计算机院的同学说能，但是我没有这个权限，需要找老师。我决定回校一趟，和资质一起去找教育处的老师查资料。没想到刚进校门就遇见了在遛狗的导师，我的导师年近50，是一位跟得上潮流的平易近人的女老师。她见到我十分奇怪，阮同学还没，我没开学，你回学校干什么？难不成良心发现，打算帮我把最后一组回归分析做完？我顿时陷入了被数据支配的恐惧，苦笑道，您就别取笑我了，我这次回来是有点事情得处理，等我假期结束就回来给您做分析。没想到我导致起了眉头，把我拉到一边，小声道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您怎么知道？我惊疑地瞧着导师，我前几天和学校里几个熟人聊天，说是后勤处的李处长在找一个叫阮乔的女研究生，可不就是你吗？跟导师说说，发生啥事了？不用怕，导师帮你干他。那一刻，我倒和他手边，天天的科技散发出了洁白的光芒。天使是天使吧？我犹豫了一下，
还是决定告诉导师，我了解他的性格，不说的话，放假回来等待我的只会是开不完的组会和项目分析。我挑着简直说明了一下事情的经过，我倒眉头越听越皱，最后猛地开口，李成明和陈丽真不是个东西，还想包养我的学生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个什么德行。我震惊地看着我倒出口成脏，随后更震撼的来了，你这破孩子也不早说，我和学校的书记熟啊。我捂紧自己脆弱的小心脏，擅长微微道道，咱可不行走后门哈。我倒猛地一拍我脑袋，想什么呢你，咱们当然是要以德服人，走，导陪你去查那个学生的资料。有了我导的陪伴，我和芝芝接下来的行动可以说是畅通无阻。随着教务处的老师敲下最后一个字，沈玉玉的详细资料很快就出现在我们眼前，而干翻人渣的群里也多了一个我导。师姐主动承担了寻找联系沈玉玉的重担，我们都知道她是想亲手解开自己的心结，而在师姐找人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干翻人渣小分队也没闲着，我将被陈丽骚扰的聊天记录以及她自曝贿赂领导的录音打包也没有。由我导拿去给了学校的书籍，师姐找人的速度出乎我们的意料，约莫1个星期的时间，她就已经找到了沈玉瑜。在师姐的努力下，沈玉瑜由一开始的冷漠逃避，到最后终于松口，告诉了我们当年的真相。陈丽和李成明就是当年强迫了他的人。陈丽以食堂招聘夜间兼职为由，约沈玉瑜晚上到窗口找他，随后将他迷晕，带去了一处洗浴中心，李成明就等在那里。事后，陈丽威逼利诱，警告沈玉瑜不要说出去，并给了他2000块钱。沈玉瑜当时心乱如麻，没拿钱。糊里糊涂的就回了寝室，等他鼓起勇气在论坛里求助，以及旁敲侧击的问他母亲，有个朋友在外面遇到坏人被侵犯了，该不该报警时，得到的是师姐的帮助和母亲的冷语。他母亲说，这种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报警呢？我早就让你别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天天穿的没个正形，要我说啊，也是自找的。母亲的话让沈云云心底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破灭，沈云云删除了师姐的联系方式，浑浑噩噩的度过2个月后，因为无法适应校园生活，选择退学。师姐说，沈云云现在愿意出国，与他出来举报陈丽和李成明，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于是我们为陈丽和李成明量身定做了一套社死方案。此时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，放假在家的大学生们发现学校表白墙出现了一个吐槽贴，而第一句话就是我校风味食堂菜不仅难吃，他们老板还骚扰学生，这种人是怎么能存在于学校的？一旦起千层浪。对，我上次去买饭，那个窗口老板还4米米的摸我手，楼上的姐妹是不是一个寸头胖子？我看见过她偷瞄走光的女生，怎么都在说骚扰？没兄弟觉得这个窗口的菜是真难吃吗？富裕，这个帖子的热度出奇的高，底下的回复已经有几百楼，不是分享陈丽的猥琐行为，就是吐槽他那个窗口的卫生以及口味问题，可见陈丽已经到了何种人厌狗嫌的地步。而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，在饭桌上见到表姐挽着陈丽的那一刻，我连日来的好心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趁着陈丽去和其他长辈敬酒的空隙，我问表姐，21又怎么了？表姐笑了笑，我妈觉得陈丽虽然不是什么大老板，也是有些钱的，她还是想捞些好处。我见表姐的神色不太对，宽慰道，没事姐，她蹦大不了几天了。没想到表姐却说，陈丽如何已经不关我事了。软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一味的忍让、顺从并不能让我过上好的生活。想到二姨的行为，我也陷入沉默。好了，软，不说这些伤心事了，只要谢谢你之前为我做那么多。陈丽也走过来，对着我阴阳怪气，软瞧我一眼，直接走了。春节假期很快过去，为了欣赏陈丽的惨样，韦导师需要我为由连夜回了学校，还贴心的把他从黑名单中放出来。我导带着我们缩在后勤处办公室门口时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导，为什么我们看着才像做坏事的？我导动我一眼，气声道，这样才有氛围感，你懂不懂？好吧，书记已经在办公室里面了。借着办公室虚掩的门，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里面的声音。书记拿着我们学校表白墙的是问李成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成明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之前随随便便就能压下来的消息，这次怎么也平息不下去，还惹来了书记。他支支吾吾道，我们立刻整改，保证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涉事窗口的承包商立马开除。我在门外啧称奇，他甩锅倒是很快，书记却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。据我所知，这个窗口不是第一次被举报了吧？为什么每次都不了了之？书记一件件拿出我们搜集的证据，我的录音、被拦截的匿名举报信件，触目惊心。李成明说不出话，直到他面前出现一则实名举报信，落款正是沈玉玉。李成明的脸陡然失去血色，瘫坐在了椅子上。书记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走了。陈玉玉接到开除的不消息时，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怒气冲冲的打电话给我，阮乔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必须要帮我去学校作证，我没有保养女学生。我们的聊天记录里，我什么时候明确说过我保养女学生了？你这是诬陷。我只是单纯的在欣赏她们的美。还有，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？我又气又好笑。气的是他真的是个十足十的人渣，并且死不悔改。笑的是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被开除的真正原因。我问他，你还记得沈玉玉吗？他暴躁一场，什么狗屁的沈玉玉，老子现在要你去学校证明我的清白。我一字一句慢慢说出，就是那个7年前被你当成礼物送给李成宁的女学生，你还记得她吗？陈丽，她叫沈玉玉。我听见陈丽的呼吸声陡然沉重起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她声音嘶哑，恨不得把我撕碎。我轻笑2声，
回答了他的问题。我还知道，你就收拾收拾，蹲大牢去吧。电话那头的警笛声适时响起，你是陈丽对吧？你涉嫌几桩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咚的一声，耳边传来嘈杂的回声，应该是陈丽的手机掉在了地上，了解离家出走了，带着自己仅有的2个行李箱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他走后给我发来很长一段消息，大意是自己受够了被二姨安排的人生，打算自己出外闯闯，见更多的风景，还说自己已经找到一份兼职，靠着以前的积蓄，打算一边上班一边准备成人高考。二姨找到了我家，说表姐是被我家缩跑了，我也顾不上什么尊老爱幼，直接开怼。二姨，我从前经理是我长辈，有些话不好说，但我现在不打算忍着了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真的有把表姐当做自己的孩子吗？表姐当年明明可以上大学，是您服务的，都要让她出学打工养表弟，你明明知道陈丽不是好人，还把表姐往火坑里推，甚至现在还找来向我兴师问罪，表姐到底为什么会走？你其实心里一清二楚，又何必在我这做无谓的纠缠？我没有见过您这样做父母的。表姐对你来说更像是一个工具，你用血缘关系绑架她，奴役她，现在她跑了，你来问我她为什么要跑？不跑，难道还要把你感恩戴德的供起来，被你吸一辈子血吗？二姨怔怔的听我说完，自觉颜面无存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很久以后，表姐给我发了一张图片，那是她的录取通知书，陈丽和李成民的案子由师姐全程跟进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俩人得蹲8、9年大牢。学校换了新的后勤处处长，陈丽的那个窗口也被新老板承包，卫生问题得到解决，菜品也变得好吃起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再也不会有人被嫌助手了。师姐视角，我想过很多种，见到沈玉玉的情形，例如她出学之后生活艰难，被迫从事体力劳动，再比如她被母亲嫌弃，抑郁终日。但看见眼前这个烈焰红唇的女生时，我不可避免地愣住了。我迟疑地问，你是沈玉玉？沈玉玉摘下墨镜，大大方方地说，我是。请问你有什么事？我一直不知如何开口。说到底，再次提起那些事，对她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2次伤害？沈雨云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见我不说话，转身欲走。我带着丝隐隐的期待问他，你还记得须臾之间这个名字吗？沈雨云的背影僵住，那是我当年使用的论坛网名。你好，我是法学专业的无人知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？我说出了当年一样的话。沈雨云转身拉椅子坐下，一气呵成，随后对我说出一句，对不起，当年不告而别。我摆摆手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当年没能帮上你，也没能找到你。我俩同时轻笑出声，抬眼发现彼此眼中都有泪光闪过。沈玉告诉我，当年他退学后没敢告诉爸妈真实原因，浑浑噩噩在家过了几个月，最后在一个雨夜，在父母哀求的目光下，他逼着自己想开了，从头到尾错的都不是我，所以又为什么要惩罚自己呢？他在我对面笑得灿烂，其中多少心酸，只有他自己。我问他为什么后来不回去报警，他搅咖啡的手一顿，半真半假道，太伤心了，再看见那2个男人都令我作呕。我把学妹给我的证据递给他，问他，那你现在想不想帮帮那些和你一样的女孩，把坏人送进监狱，也帮帮曾经的自己？沈云云逆光而坐，发丝在风中飞扬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有一种令我心惊的生命力澎湃的美。他说好啊，全文玩。